各位有缘人，你们想知道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随时进入冥想状态吗？今天我将与大家分享2种动态冥想的修炼心法，这些心法将帮助你们领悟冥想的真谛，让你们意识到生活中随时都可以进行冥想。当你们的生命成功迈入这个全新的维度，你们将不再是从前的自己，你们会开始逐渐体验到以完整的意识活在当下的宁静和喜悦，并开始接收更多的灵感和智慧。这将是你自我提升道路上最大的助力之一。如果你按照我所讲的心法在生活中实践一段时间，相信你就会发现自己的变化。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是我们的注意力正在逐渐减弱。你之所以控制不住思想，情绪波动不断，是因为注意力不集中，意识自由度不够，或者说定力太弱。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练习冥想，希望通过冥想使头脑逐渐平静下来。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高质量静坐冥想的人却寥寥无几呢？原因在于我们其实并没有完全领悟冥想的本质，以至于将其形式化、仪式化，甚至神秘化。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冥想实修者，你需要首先打破对于冥想的以下固有认知，认为必须在特定地点盘腿而坐，闭上眼睛，双手摆出固定的手印，甚至要点香、放音乐、换衣服等等。当你认为只有满足某些外部条件才能开始冥想时，你就已经陷入了误区。静坐冥想固然是一种很好的方法，但当它脱离了你在日常生活中的正念和定守，而单独存在时，它就失去了本身的意义。这样的话，你很可能无法在冥想的修炼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需要明白，从真正的修行角度来看，我们并不是要在杂念纷飞、充满各种无意识行为的生活中挤出一段时间进行静坐冥想。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以正面和冥想的境界去生活，前者是术，后者才是道。当你从本质上悟到了冥想的真谛之后，你就不会再拘泥于任何形式、时间或空间。此时，你会将冥想真正融入到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让自己进入冥想状态，进入禅的状态，进入空的状态。只有达到这个境界的冥想，才能最大程度地让生命发生转化。现代修行人追求通灵、出体、修习神通，如今人们大肆宣扬打坐的玄妙，各种境界，各种画面，一会去地狱看了，一会去仙界玩了。最可怕的是，人们都觉得打坐很简单，只要往那里一坐就行。殊不知打坐方法错了，轻则做坏身体，重则做成精神病。并不是人人都适合打坐的。很多时候，一说修行，就会让人想到要打坐，觉得打坐最容易，只用腿一盘一坐就行了，认为只要每天坐上个把小时，久之就可以打通经脉，练出神通，甚至开悟成佛成仙了。而事实是，
很多人越打坐，身体越差，甚至精神也越来越不好了。严重的还会出现幻觉、神思混乱。而且别以为做这个8小时很简单，一般人通常做不到半个小时，就开始手脚发麻、腰酸背痛了，要不然就是昏昏沉沉。即便是克服了生理的不适，思想也依然难以集中，杂念纷纷，这样就会越做越耗神。没有正确的方法，傻做、枯做、盲修瞎练，对身心都不利。因为人们觉得打坐最容易，认为打坐是修行绕不开的环节，所以各种指导打坐冥想的错误思想观念层出不穷。太多人被这些错误的观念所引导，进而把虚妄当成了目标，把幻想当成真相。然而最可怕的是，普通人根本无法分辨哪个是实相，哪个是幻觉。所以这类人即便是醒着，也如同身在梦境当中。强大的妄念加上错误的贪求，这些人沉浸在自己所执着的幻觉当中，从而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完美的梦境。他们是自己梦中的主宰者，可以在自己虚构的幻觉当中看见自己想要的任何画面。仙佛菩萨种种境界都不在话下，令人深陷其中难以自拔。人一旦陷入这种自我痴迷的状态，就会变得很难沟通，很难再被拯救了。那究竟怎么打坐才是正确的呢？打坐的心法又是什么呢？许多人认为打坐的姿势至关重要，一定要采取双盘坐姿，否则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实际上，现在普遍采用的盘腿静坐姿势，包括双盘坐姿，起源于古印度瑜伽的修行方式，是当时印度一些宗教中常见的苦行修炼方法。随着佛教传入中国，这一方法广为流传。在华夏文明的上古修行法脉中，其实也有自己的打坐方式，那就是八脉跪坐法。首先双膝跪地，以小腿为基石，双腿略微分开与肩同宽，双手自然垂于双膝之上。这种方法会让屁股坐在脚后跟上面，就如同做了一个垫子，这样不但能避免尾椎受力压迫脊柱，同时还能让腰背自然挺直。更重要的是，八脉跪坐法可以让会阴抬高离地，从而产生一个能够通气的间隙。古印度瑜伽部有一种中脉概念，实际上所谓的中脉就是贯穿五脏六腑、头顶百会穴和胯下会阴的通道，这是人体最重要的2个命门大通道。百会通天，会阴达地。吐纳法以贯通天地、打通中脉为根基。中国的上古八脉跪坐法可以避免会阴被压迫，就像释放了被捂住的口鼻一样，通畅自在。讲完冥想的正确方法，接下来我将分享2个可以让你随时随地进入冥想的训练心法。第一个心法是全意识感受。我们可以观察自己的起心动念，观察自己思维的自动化反应模式。我们也可以去观察和感受这个外在的世界。所谓内观，
是用内观而不是向内观，也就是要以你全部的完整的意识去观，而不是用你的头脑思维认知去向内或者向外进行理解分析和评判。从这个维度看，我们平时在和外部世界接触和交互的时候，其实绝大多数都不是在纯意识的层面，而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滑进了思维的陷阱里而不自知。因为当你在看见文件、听见、接触到外部世界的时候，你已经习惯成自然地在第一时间里加入了很多你自己的概念进去，就是这些你加进去的东西把你的意识在一瞬间给吃掉了。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一句话说，当你正在欣赏一朵花的时候，要警惕，可能你的能量已经被这朵花消散掉一部分了。我们不妨就拿看花这个例子展开说说。当你走在路上，突然看到了路边有一朵花，开得正好，引得你驻足观看。此时你不禁心生感叹，好美的花，这是我喜欢的颜色。路边怎么会长出这么好看的花泥？这朵花叫什么名字呢？是野生的还是有人种的？你转念又一想，多可惜呀，这么好看的花转眼也会凋谢。你看一朵花却生出了鼠念。要知道，你的每一念都是由你的意识能量转化而来的。当你正在念起之时，我说的是，你以为正在起念的那个就是你自己的时候呢？这恰恰就是你的意识消散之时。我们不妨想一想，假如这花不是生在路边，而是恰巧生在了林黛玉的院子里呢？也许结局就会是黛玉葬花，这样的看似悲情浪漫，但实质上却是一种完全被惯性思维模式所驱动的无意识行为。所以黛玉的苦是思维之苦，使意识能量完全没有了自由度以后，只能去一个痛苦的小我而活的悲剧。而我想告诉你的是，你如果这样去看花，那其实不是你在观察花，而是花汲取了你的注意力，消散了你的意识。此时的花泥就成了一个吸收你意识能量的媒介，你的意识呢，就已经在看花的过程当中被不知不觉地消散掉了。我们今天说花，其实只是作为一个代表，面对这个外部世界的一切，你都要守住意识，保有觉知地去感受，去观察，去接触。而我们需要修炼的地方呢，就在这里。当你在以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接触任何事物的时候，都要时刻对自己的思维保持觉察，试着让自己不要用头脑去介入，不要产生任何的定义和评判，甚至连描述都不要有，就只是让头脑保持安静的去观察和感受。你要体验的就是一种注意力全然投入的状态，没有意识之外的任何思维与杂念参与的纯生命意识的状态。这种全意识感受的训练，其实呢，就是一种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最好的动态的正念冥想。你可以每天保持几次，让自己在任何一个你认为舒适的时间和地点，随时随地地投入到这种潜意识感受之中。比如你去观察和感受一片树叶，一只蚂蚁，一棵树，
鱼缸里的鱼，手中的玻璃杯，身边几个正在玩耍的小朋友，路过的行人，你平时伏案工作的桌面的纹路等等，一切随缘随机出现，或者一直都存在你生命里的人事物，哪怕每次只有短短的几分钟，那也将是你的自由意识临在当下的重要时刻，是你处理头脑内在提升所迈出的重要一步。你要重点去观察和感受你平时会忽略的那些细节，比如树枝上的纹路形状，以及水分流失的状态，比如蚂蚁的行动轨迹，白云的移动和变化，其次其子风中飘动的样子，你抚摸树干时候手的触感，风吹过耳边的声音，小朋友的言语动作等等。此时你会发现，你竟然可以看到感受到很多你平时看不到感受不到的东西。一定要记住，整个过程当中你要全然地放下你的头脑，放下你的思维，放下你的评判，什么想法也没有的，甚至已忘记了观察事物的名字的状态，去观察去感受。这种随时随地的看似发呆一样的行为呢，就是一种最好的动态冥想的训练。说完了第一个动态冥想的心法，全意识感受，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第二个动态冥想的修炼心法，全意识行为。如果说刚才的心法是我们主动的在生活当中停下来去进行的一个冥想练习，那么接下来所进行的冥想训练，则是利用了我们平时几乎每天都要反复去做的习惯性重复性的事情，去把这些平时我们思绪纷飞、滋养负面情绪的时间都利用起来去进行冥想。首先，我们要来大概的梳理一下，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到底有多少事情是你每天或者每隔几天都要重复去做的事情。比如说吃饭、睡觉、洗脸、刷牙、洗澡、泡茶、上厕所、散步、健身、开车上下班、等孩子放学、做家务等等。如果稍加审视，你就会发现，为何当你在做这些你已经熟悉到根本就不需要用脑子去思考如何做的事情时，反而你的脑子时刻都在转个不停呢？你看，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你的身体的确是在此刻当下的行动中，可是你的意识却不在了，它们还是被你的思维给吃掉了。那么请问，一个离开了意识却又正在行动中的身体，也就是在胡思乱想当中麻木地做着那些熟悉的事情的你，不是一个傀儡木偶又是什么呢？这就是今天我们很多人的常态，也是为什么有很多人都在情绪当中挣扎痛苦的根本原因。就比如说吃饭，其实我们虽然吃了几十年的饭，但是我们依然还是不会吃饭，因为我们吃饭的速度和节奏是混乱的，完全是跟着脑子里的念头在走。吃饭时我们也根本无法去感受食物本身的味道，也并不会知道自己吃了几成饱。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我们的注意力并不在吃饭这件事情上，我们本该投入到当下吃饭这件事的意识，
全部都被头脑的思维给吃掉了。思维让我们活在了虚幻的过去和未来当中，尽管我们的身体还在此刻当下麻木地行动着。还记得我曾经说过的吗？任何的起心动念都是你情绪的缘起，你思考过去的已发生，会带来悲伤、低沉和抑郁；你思考未来的未发生，会带来焦虑、不安和惶恐。所以我们在每天都必须做重复做的这些，不需要我们用大脑去思考步骤的，已经习惯成自然的事情的过程当中，去练习与思维断绝，投入意识在当下。这就是一种最好的修行，就是我要告诉大家的修炼正念冥想的第二个心法——全意识行为。具体的方法很简单，你只需要在你做一些具体的，不需要用大脑思考步骤的事情的过程中，去有意识地完全与思维进行解绑，不要做任何其他的思考，只是全然地投入你所有的注意力在这件事情的过程中。就拿洗澡来说，你不妨先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真的很需要在洗澡的这一点时间里去思考吗？更何况我思考的还都是一些重复的，根本就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转化为实际行动的，毫无意义的，只能带来负面情绪的内容。答案似乎很明显，我其实根本就不需要这点洗澡的时间去进行思考。所以请安心地在洗澡时进入冥想。更值得一提的是，智慧与灵感往往就只有在你清空了你头脑里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以后，它们才会迸发出来，而不是在你不停地思考时。在洗澡的时候，你只需要把你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比如水流接触你头发、脸、身体皮肤的感受上，双手划过头皮和身体肌肤的感觉上，水的温度、沐浴露打在你身上的感觉。你甚至还可以去观察水是如何从花洒里出来的状态，去倾听水流的声音等等。但是与此同时，你必须对你随时升起的念头保持觉知，要知道什么时候那个思考者又出现了。注意，当你意识到自己又开始思考，不要对此进行批判，你只需要用意识去识别出你的思考，然后再让自己安静地重心回归到身体的感觉上，回归到此刻当下，继续和身体在一起洗澡，反复如是。当然了，不仅仅是洗澡，当你可以把这种潜意识的行为带入到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就会发现，原来你平时胡思乱想、杂念纷飞、沉浸在各种负面情绪里的情景，都可以成为你最佳的冥想训练场，而不是一定非要放下手中的一切去找个地方坐下来。这些在你每天都要重复去做的事情过程中所进行的有意识的与思维解绑，去进入和体验思维空白的状态，就是你让自由意识临在于当下、定力和意识提升的最好的动态冥想训练。当然，你会很难从长达几十年的习惯之中马上改变，所以我建议大家先试着每周拿出一天作为你的正念冥想日。在这一天里，你就尽量地让自己在一些日常行为当中与思维断绝，
然后保持这种全意识的行为。同时，你也可以在每一天里先选出一件每天都做的事情，比如午饭、洗澡、散步、刷牙等等。然后在做这一件事情之前提醒自己，接下来我要吃一顿正面午饭了，或者我马上要洗一个正面热水澡了。每天就在一件事上保持完全的全意识状态。你看，修行就在点点滴滴处，都是从具体生活中的小事开始。当你经过一定时间的训练，可以自如地随时随地地以非常自由的意识能量，进入到潜意识感受和潜意识行为这种动态冥想的状态。当你再次进行静坐等冥想练习时，会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愉悦，你将更深刻地体会到老子所说的常无欲以观其妙的境界。最后，我想再强调一点，尽管关于如何冥想的教学内容随处可见，五花八门，但你需要记住的是，往往那些说得越复杂越玄幻的，就越不是真正的冥想，越可能停留在表面层次。实际上，如果只用一句话来概括冥想的心法，那就是与头脑里的思维进行解绑，主动用意识去连接那个没有思维局限的宁静而又无限的空间，让神奇的转化在那里发生，让神性意识在那里降临。